今天教你们点实用的，就是之前我推荐的中单皎月这个英雄强度真的很高，也是目前在峡谷之巅里我对线的时候把我打得最惨的英雄。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玩皎月了。开局朝鸟窝放个眼，这把对线的是卡拉丁。峡谷之巅里两个唯二的中单法盒，一个是吸血鬼，另一个就是卡拉丁。这两个英雄的特点就是前期弱，所以你需要玩强势的英雄压制他，而不是选个莫甘娜和炸弹人跟他对着混。所以像杰斯对吧，卢仙、小炮这种的 AD 英雄确实很好压。但打野如果是 AD 英雄的话，你中路再选这些就成菜刀队了，对面整个护甲鞋你们就很难受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拿皎月了，带上电刑加上3红 WQEA 就是半血，让对面没法发育。一级的话就点 Q， 他补兵就 Q 他。二级打比较弱的英雄就像卡拉丁，你就学 E 技能 Q 到了就 EA。如果打的是刀妹杰斯这种前期比你强的，就学 W 安稳的清线 Q 技能别乱交，就等这个兵残血他想补的时候，距离够了我们是必中的。小风纹里最后一个风纹，对面肉就在狙杀，不肉的话就在风暴狙击。装备的话先抽法穿鞋，然后法爆大帽，第3件王冠因为皎月毕竟是个近战法师，进场开大没有王冠的免伤的话很容易被秒。然后第4件再把我做的巫妖。对面的阵容不是很肉，如果对面有2个坦克1个战士，那你就到峡谷，峡谷适合打肉巫妖的话适合打脆皮。最后就出个破盾，就是这个小鱼人的几霸。毕竟这个版本后期有盾的英雄太多了，如果真没盾的话可以做个面具。至于重伤除非对面有猫奶妈这种回血特别多的，那你可以做一个，因为皎月的爆发对面根本没时间回血，只要吃满你的技能它是瞬秒的，所以重伤反而拖延了自己的装备成型。并且我建议打单体目标，大招最好别蓄力，尤其是有位移的。做完法爆和大帽之后，皎月的伤害绝对够了，你蓄满大招反而让对面有时间逃跑。如果是打团打小规模团或者是5v5，人多的情况下可以蓄力用大招多打几个，偷单体目标直接秒点就可以了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玩皎月，你会发现我们 QE 飞过去，蓄力大招对面闪现躲了，但是我们大招的印记加上了，我们再一技能跟过去照样能杀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蓄力呢？大招空了都能杀。所以这种情况Q1R 直接点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推线，你或许会说你为什么不卡线，让卡拉丁过来补兵你杀他？因为很简单，这个时候对面瑞文已经刷完红区了，我们要做的就是防止被他抓，把线推了，随时准备野区打架。就这个版本每一个位置都是为打野服务的，你在线上打点优势没有用，只要野区崩了你就赢不了。这里瑞文漏视野区下路，卡哈丁被我赶走了，但是洛还是死了。这里他残血了，但是我们不急，不用着急 Q 闪，他肯定会过来补兵，然后大招回去。我太懂卡哈丁了，他交完大我们再 Q 闪秒了。皎月唯一的操作就是 Q 闪，你去训练营多试几次就会了。他就这一个进阶技巧，大部分逆风的情况下你是不可能就走过去 Q 到人的，除非你蹲草。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 Q 闪切后排。这里杀完卡哈丁我去支援下路，结果正好碰到瑞文了。虽然他的数值比我高但是我们好在最后一下触发电刑了。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跑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上路林让仪的刀妹面对人马的围剿，1打2反杀了一个。如果不是我来的话，他真有可能Q 这几个小兵把血回过来反杀卡米尔，这不是开玩笑。刀妹打这种对吧出场慢的英雄，就是一丝血能把你反杀。还想吃点塔皮的结果这个卡丁来了，我们只能继续回中路补兵。但这个时候河道的话，洛看到瑞文了他直接抬，那我们只能跟。我之所以第一时间没开大，是因为看到风女来了，感觉杀不掉我想走的，但洛开大了我只能再跟一波，利用这个印记窜一下，吃虚弱赶紧闪现跑。说实话这一波洛有点冲动，不是皎月伤害低，是瑞文多了黑漆和护甲鞋，350加150一共500的生命值。这里人马大招逃跑瑞文居然跟上来了，有点自信小伙子。说实话瑞文其实也是数值怪，你以为的瑞文杀人需要3段 QA 打满，实际上的瑞文只需要中1个 Q A 一下 W 一个大就秒了。强度没有那么高的原因就是位移太短了。顺风局还好一到逆风经常滚着滚着人就没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了，经典拿到优势中期开始梦游。小龙刷新之前 AD 和打野掉点，我们只能过来看看能不能守下这个龙。很多时候你要记住了拿龙不是打野一个人的责任。很多时候我玩打野就这个龙坑没人在视野，只有你带头去他们才愿意往前走，你不去的话他们不往前，就是必须对面开你了他们趁机打点伤害。你要是顶住了没死，配合他们打赢了那就赢了。如果你第一时间被秒了，那他们可就脚底抹油直接跑了。这里我看洛想开，所以我往下走准备跟他开一波。这时候对面站在一起我以为他要开呢，结果他又往后走，然后瑞文开他才开大，配合人马还来了个空大，EZ早就跑了。卡米尔在上面跟刀妹单挑，几乎必赢的团居然没打过。没事最起码龙是我们的。然后上波打完刀妹飘了，跟卡米尔单挑被人马抓了。但此时上路的话对面强抓EZ，2塔要没了我们赶紧回家。
这边人马和青钢影在拆高地，我们直接 Q 闪打断他回家，辅助也留下了双人组。我们跟上一个Q E 技能，卢仙闪现，我们直接断 E 技能跟上来，完美的阻止了对面回防。然后这边的话拿完大龙啊，这里我想 QE 大招秒他的，你往前回放一下啊，我 QE 明明点了 E 技能，但是就是没有生效。我不知道你们玩皎月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反正我遇到不少次了。下饭归下饭，但这就是正常人玩游戏的样子，不可能有人啊永远不失误，他只是减掉了而已。聪聪明有句话说得好，如果一个人啊视频里全是乱杀，但是却从不开播，他不是心善啊，他是在研究冲击波。然后这里我们虽然倒了，但是离死之前咬了追文一口，人马收掉之后啊他跑了。然后现在啊我发现很多人玩 EZ 喜欢直接裸吸血鞋，就怎么说呢，可以出，但是性价比的话真的不如双抗鞋。反正我玩打野的时候，尤其是杰哥，就喜欢对面 AD 做吸血鞋，所以换位思考啊，我还是建议啊，像EZ这种 AD 还是双抗鞋比较好。然后这一波的话，青钢影被抓了啊，我们只能4打5，人马发信号，我们冲进去开了个大招，然后把希望啊留给人马，我相信人马哥一定能站出来。结果这个 EZ 啊又想跑，赶紧过来帮帮人马哥呀！玩 AD 还怕死？你玩了一个最容易被秒的位置，你还怕死？赶紧过来，一个 WQ 收掉啊！他终于立功了。EZ 这一整把唯一的高光啊，就这一波。正所谓啊，杀死比赛的往往不是最 C 的，反而是最人畜无害的。至于皎月的话啊，我是强烈建议你去练它，真的很好用。